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我是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女大学生，也是一只纯种的社畜。猝死前一晚上，还在顶着39度的高烧加班。只要我不倒下，就在为老板的下一辆玛莎拉蒂添砖加瓦。终于，我把自己活活卷死了，死了大概半个小时。我的灵魂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体里。那一刻，她正在和她的老公打电话。老公说：“我提了妇科，今晚生殖宴，我转你150做预算，你给我好好做一顿，别给我丢份。”我一个震惊，这点钱能干嘛？娇妻低低地嗯了一声：“8个菜够不够？12个吧。66大顺，吉利。”我特喵的终于忍不住了，借着娇妻的口就咆哮出声：“你咋这么抠呢？150块转你，你和你狐朋狗友去路边喝2碗野馄饨庆祝庆祝行不行？”妻子吓得手一抖，电话掉到了地上，她慌张地看了眼四周，叫道：“谁呀？”于是我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：我和妻子的灵魂是可以共存的。每当他精神疲惫或者没有防备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借着他的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这感觉相当有趣。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。妻子叫做于皎，她的老公叫做陈琛，是一个公务员，2个人结婚有5年了。于皎怀孕后就辞掉了工作，专心在家做家庭主妇。陈琛的工作还算是顺利，这几年靠着资历混上了妇科待遇，算是家里面的一桩大喜事。于皎很快适应了我的存在，和我聊了半天。他捡起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。他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，还有3个多小时，我老公就回来了，我还没买菜呢。”乖乖，我瞅了瞅他的手机，还是 iPhone 6，这一款的子子孙孙都出来了，要不怎么说苹果抗造呢？于是下一刻，于皎向我展现了她作为家庭主妇必备的修养。她跑到女儿的房间，把2岁的宝宝哄睡，又掐上表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最近的菜市场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菠菜、猪头肉。他以堪称职业采购员的品行，哐哐购买了10多种菜系，加起来差不多刚好150，我都看呆了。他要是去超市，1个月1万这薪水根本聘用不下来。等到陈琛进门的时候，于皎在厨房待了整整3个多小时，搞出了他要求的12个菜。我就和个尖叫的土拨鼠一样，在于皎的脑子里面发疯。姐姐真乃神人也。可于皎也只是淡淡一笑。为了迎接陈琛和他的那一帮狗官僚，于皎特意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小裙子。我在他耳边悄悄说：“姐姐今天真是1顶1的好看。”于皎低下头，她的耳尖红红的，小声对我说：“你到时候别乱说话，男人是要面子的。”我的眼白差点翻到天上去哦。哟，150块的狗男人！陈琛带回来了4个同事，加上他一共5个人。他的同事倒都算有礼貌，见到于皎会客气地称呼一声嫂子好。可唯独陈琛一句话不说，直接把公文包甩到了于皎怀里，大辣辣的就坐到了沙发上。于皎还得招呼他的同事，忙前忙后的帮忙倒茶水、拿筷子。我这个暴脾气当时就想冲上去骂：“你他妈有手有脚，在这里装什么不良于行？”可是，一想到于皎对我的嘱咐，我又硬生生地忍了回去。直到于皎把客人们都安顿好了，陈琛才像一把手上台讲话似的，慢悠悠地拿着筷子，指着桌子上的那几道菜，评论道：“你怎么回事？说了今天请客，你怎么净做了一些素菜呀？我又不是没给你钱，这我和几个兄弟喝酒，怎么垫得饱肚子？”一句话让于皎低下头，
沉默不语，也说得我忍无可忍，终于无需再忍。我骂道：“你倒是有意思，给了150块钱，让做12道菜，平均一道菜12.5块，你还要荤菜？你知道现在菜市场上猪肉多少钱一斤吗？普通的五花都31斤了，牛肉都要卖到60，你给这点钱还想吃肉？你怎么不上天？”听到我的反击，陈琛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旁边的同事也一个个露出尴尬的表情。终于有一个人为了打破当下诡异的氛围，呵呵笑了2声。150块钱能做出这么多花样来，嫂子可真不是一般人呐！娶妻当娶贤，陈哥是娶到宝了。像我们家那一位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一点活都不干呢。陈琛掩饰性的吃了口菜，咳嗽2声。别听他瞎说，什么150块钱，我能就给他这么点钱吗？于角他没有工作，都是我赚钱养家。你们想想就好了，他每个月得从我这里要多少生活费？我听完陈琛的那些话后，相当生气。家庭主妇就没有付出劳动，没有付出时间吗？就连经济学里面还用精密的公式来计算家庭主妇的劳动产出，到了你陈大主任的口里面就成了一文不值。可还没等我反驳，我突然感觉于角的身体抖了抖，他抬手抹了抹眼眶，轻声说：“你们先吃饭，吃完了叫我，我出来收拾碗筷。”说着他就退出来，回到孩子卧室，锁上了门。哎，忙活了一天，怎么连口饭都没混上？小孩子睡了一个下午，这个时候精神焕发，吵着要妈妈陪他玩。于角忙活了半天，1分钟都没歇息过，这时候又把女儿抱在怀里，陪着她讲故事。我看着都心累，我叹口气：“姐姐，你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，起码抱着孩子出去吃点啊。”于角笑笑：“他们男人谈工作上的事情，我出去不好。什么年代了，女人还不能上桌吃饭吗？”我撇撇嘴，房子本来也不大，就算是关着门，也依然能听到客厅里吵吵嚷嚷的笑闹声。过了差不多有2-3个小时，晚上9点多了，一帮人终于吃饱喝足。陈琛在外面喊了一嗓子：“于角，我和同事晚上去唱歌，你过来收拾收拾。”于角嗯了一声，连忙打开门走出去。陈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不见踪影了，只在客厅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堆垃圾，简直是杯盘狼藉。吃剩的鸡骨头、油渍、菜叶堆在桌角，喝完的啤酒瓶歪歪扭扭倒在地上。于角就跪坐着，先拿餐巾纸擦一遍桌子，又拿抹布抹一遍，再拿餐巾纸擦擦。作为一个常年点外卖，吃完盒子随手往垃圾桶里一扔的21世纪废柴，此种情形简直令我大开眼界。做完这一切，于角把盘子抱到厨房，就要开始刷盘子。这时候，突然有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苹果那个难听的自带曲目。于角的手机就装在他的口袋里，不是他的，找了半天，最终在沙发坐垫角落里面搜了出来。iPhone 14 Pro Max 暗叶子。于角说：“哎呀，老公出门忘带手机了。我日，这个家庭阶级分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你们2个6+14合起来对半分，每个人用一款 iPhone X 也合理呀。”于角接起电话后，就听到陈琛醉醺醺的声音：“我今晚上不回家了，你明天给我把手机送到单位去。”于角低低地嗯了一声，他大概想问他晚上有什么事情，但最终也没问出口，只是说：“那你注意安全啊。”我叹口气，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陈琛和于角的手机屏保是一样的，都是一张大学校园里的风景照。
我能一眼认出来，是因为这个学校是我梦想中的大学，全国第一的理工院校。我当年考研失败，里里外外在这个地方兜了20多圈，见此图片，我不禁心潮澎湃，冒冒失失问道：姐姐，你这是当年和姐夫去旅游，在校园里面拍的照？于角扑哧笑了出声：什么呀？我当年高考680，高中第1名，被录取的王牌专业。我惊讶地看着我面前勤勤恳恳刷盘子的小娇妻，这所大学的王牌专业可是计算机，当年妥妥的风口行业。于角姐姐，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于角好像并不是特别喜欢聊过去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没敢多问，一直忙活到了凌晨，于角才把原来一地凌乱的房间收拾好。他简单给自己洗漱一番，也没做什么面膜保养，又匆匆跑到孩子房间里，把半夜起来哭闹的孩子哄睡，自己才在旁边的床上躺下。此时我看了看表，已经1点了。我上辈子要是用这态度给老板干活，那不妥妥年年职场先进。正当我以为作为一名家庭主妇，起码第2天能够睡个懒觉，弥补身体和精神受到损害的时候，第2天5点半，于角的 iPhone 6，那个该死的闹钟铃声又响了起来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抱怨道：姐姐，今天上午没什么事吧？起这么早干嘛哇？于角淡定地回答：给晨晨做早饭，顺便把他的手机给他送过去。还有手机这回事呢？要不怎么说我找不着对象？男人说过的话，我转头就忘，反正什么都没有老板给我画的饼好吃。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一般单位不是都有食堂吗？尤其是他们公务员，好像大部分还都很便宜，食堂的那些他吃不惯。于角摇了摇头，晨晨胃不好，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，所以我会自己给他准备。哟，大男人还挺矫情。我只好看着于角又重复了一遍昨天的做菜程序。他拿出一个食盒，将早餐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里面，看起来精巧又可口。我叹口气，想，要是我在食堂的大锅饭和鱼饺这份美观的特制早餐里面进行选择，我也选择鱼饺姐姐亲手做的吧。可是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准备饭菜，这未免也太辛苦了。到了7点钟，鱼饺终于出了门，我跟着他来到公交车站，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晨晨办公的大楼前。他轻车熟路地在门卫处做好登记，接着就上了楼。估计鱼饺以前也常来送饭，有些同事都认识他了，见到了也打招呼。哎呀，嫂子又来了，小鱼给晨晨送饭是吧？他在那边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些人看鱼饺的眼神都怪怪的。果然，刚走过了转角，就看到晨晨正好从办公室出来。鱼饺连忙走上去，把饭盒递到他的手里，笑着说：晨晨，今天的早饭辛苦你了。我天，你才辛苦好不好？这个晨晨单手接过，打开看了眼里面的菜，连声谢谢也没有，就哼了句：行吧，我拿着，没事你就回去吧。小时候是不是没上过思想品德课呀？气得我当场就想给他一个大笔兜。可是鱼饺好像觉得理所应当一样，轻轻说了一声好，就转身回去了，一直走到楼下，才一拍胳膊：哎呀，手机怎么忘记给他了呢？我只好和鱼饺一起又乘电梯回到了晨晨所在的8楼。也是巧了，走廊转角有几张大的桌椅，有时候职员带了饭菜或者讨论一些问题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，算是比较方便。我和鱼饺走了没几步路，就看到了晨晨，他坐在拐角的桌子边吃饭。离谱的是，他旁边还坐着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那女孩正拿着筷子，
有一下没一下的夹着陈琛饭盒里的早餐吃。陈主任，你夫人可真贴心啊，每天还给你送早餐吃。那个姑娘一只手扶着陈琛的肩膀，另一只手用勺子盛起一片馄饨，送到陈琛的口边。那馄饨还是鱼饺剁馅、擀皮，忙活一早晨包出来的呢。鱼饺当场石化在原地，我也愣住了。陈琛竟还能分出心来，扫了眼周围。他小声说：“我早就吃腻他做的那些饭了，什么时候你也给我带点早餐吃？”姑娘笑了笑：“我可没他手艺好，不是贤妻良母类型的。你要是想让我给你带饭也行，不过得帮我把转正的事情办好。”陈琛胡乱答应着：“那都是小事。”说着，他悄悄把手伸到座位底下，捏了一下姑娘的手。呸！这是什么绝世罕见大渣男？我想要也幸亏我吐不出来，不然那不是吐到鱼饺姐姐的脑子里了吗？那一刻，我感觉鱼饺身体里的悲伤、痛苦传染给了我，和我的愤怒、暴躁融为了一体。我们两个的灵魂产生了共鸣。我操控了他的身体，直接甩开大步，蹭蹭跨到了陈琛的面前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狗男人，是属乞丐的吗？天天给你照顾家里、带孩子的你不感激，在这里求着别人带早饭，你特么真是命里犯贱呐！”陈琛呆住了，估计没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看到鱼饺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过来干嘛？”我把他华丽的 iPhone 14 Pro Max 暗叶子潇洒地从包里掏出来，一个甩手撇到了他的脸上。过来给你送手机呀，狗男人！想想我还不解气，又顺手抄起那还剩半碗的馄饨，从他头上倒了下去，汤汤水水劈头盖脸淋了他一身，有些馄饨皮溅到了旁边的姑娘身上，把他吓得一个惊叫，跳着躲到一边去。原本人模狗样的陈琛，现在满脸油脂，我的心情瞬间感觉好了许多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看着站在一边瑟瑟发抖的小姑娘，叉腰教育她道：“你说说你，小小年纪干什么不好，知三当三，没有前途的。”姑娘就差趴到桌子底下去了，小声不停地求着我：“夫人，我错了，您别声张，我要脸的，要脸能做这种事吗？我看你不仅不要脸，还没有脑子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，不屑道：“你也不想想，他要是能给你转正，现在还能在这儿上班吗？你还是踏踏实实好好学习，好好考试，别整天就想着走什么歪门邪道。虽然我其实也不比面前的小姑娘大上几岁，但反正是借着鱼饺姐姐的身体为人师表，一通输出下来，感觉自己总之是说的在理。打脸完这一对假鸳鸯，我就准备深藏功与名，风光撤退。谁知后面却有人叫了一声：“鱼饺，是你吗？”我停住脚步，慢慢回过身去。站在我们几个面前的是一个看起来将近30岁的女性，她穿着高跟鞋，烫着大波浪卷，一身得体的深蓝色长裙，看起来精明干练。她看了看陈琛，又看了看鱼饺，疑惑地问：“陈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陈琛看到他，脸都绿了，他忙不迭地编起瞎话解释：“领导，这是我妻子，过来给我送饭，刚刚不小心洒了。”洒了？领导看着陈琛从头到脚一身的馄饨皮，明显不信。他厉声说道：“现在单位里面对你和实习生的传闻可有点多，你最好自己注意一点，别上了典型案例。”好，好，好，陈琛也不顾自己的形象了，疯狂点头答应。我原本以为结束了这段闹剧，就可以跟着鱼饺回家躺躺了，但没想到出了大楼后，女领导追了上来。她拍了拍鱼饺的肩膀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我刚把工作都安排了一下，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。
幸亏这时候于角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一些，他可以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。犹豫了几秒，他最终微微点了点头，轻轻答应了。两个人没走多远，就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了下来。女领导看到于角，明显很兴奋，刚刚面对陈琛时那股盛气凌人的架势也没有了。她揪着于角的小指头说：“娇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冯强。于角笑了：“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”冯强嘟嘴撒娇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？高中毕业后和我们几个联系的越来越少，大学毕业后彻底断联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大学霸不认老同学了？”于角头低下去：“没有。”冯强哼了一声：“你当年可是考上了全国第一的理工院校，咱理科班的骄傲。你现在怎么样？在哪工作？爸，还是 TMD？ 完了，尴尬。”于角的脸色肉眼可见的苍白。要是我有实体，我的脚趾已经成功给自己完工了一座3层地下古墓。此时，于角迟迟不说话，沉默诡异的气氛在两个人之间蔓延。终于，冯强意识到了一丝不对劲，他干咳2声，给自己打圆场：“那个，我当时听梁玉说的嘛，你大学毕业后进的头部互联网，一年50-60万呢。我以为你还在做这一行，怎么跳槽了吗？”“嗯。”于角轻轻说，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终于开口解释：“我现在主要在家里照顾家庭。”照顾家庭这4个字，冯强估计是反应了一会，他皱着眉头，左思右想，在嘴边咀嚼了半天，回过味儿来了：“你不工作了？”“嗯，丈夫工作忙，孩子又刚出生，家里面抽不出人来。”冯强瞪着大眼，像是被镇住了。半晌，他端起咖啡，边喝边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当时可是我们几个朋友里面最有才华的呀！我记得你数学特别好，几乎每次都能考满分。像我这样的渣渣，考到100就谢天谢地了。连宋老师那么苛刻的人，都好几次说你是有天赋的，他还说你应该去做研究呢。”冯强喋喋不休地畅谈着过去的事情，而于角自始至终没说话，他神情恍惚地看着窗外，好像那段往事真的太遥远、太模糊，以至于不存在了一般。中途，冯强接了一个电话，说是上级部门过来抽查，要他赶紧回去迎检，他只好匆匆离开。临走之前，他和于角交换了手机号，说不久后还有同学会，到时候叫上他。不过我看于角姐姐的表情，她对这种聚会兴趣并不是很大。冯强走后，于角并没有跟着走，他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一动不动。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情非常低落。突然，一滴眼泪从他的眼眶中滑下，扑通摔入咖啡杯中，溅起一片小小的涟漪。作为相识2天、共享一具身体的战友，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能够和这个平凡的女人共情。在青春少年的时候，她是所有同学眼中的天之骄子，考试满分，年级第一，连龟毛的班主任都对她称赞不已。后来她如愿考入了心仪的大学，在这个时候，展现在眼前的是锦绣的前程，是光明的坦途，是众人的鲜花和掌声，一切都那么好。可是不是的，世界颠倒了。在30岁的这一年，于角惊讶地发现，曾经美好的未来竟然是一地鸡毛，而那个成绩远远落后自己，一直仰望了自己3年，跟在自己身后3年，叫着自己学霸。学霸的老同学，现在已经成了自己丈夫的直属领导。人生啊，真是一场荒诞的笑话。终于，他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，像是忍不住了似的，小声哭泣了出来。我结结巴巴地安慰他：“姐姐，咱还年轻，看清了狗男人真面目，从头再来。
为时不晚，于角啜泣着说：“我就是觉得我不值。”出来给晨晨送饭之前，于角特地把女儿托付给了相熟的邻居照顾一会。现在我跟着于角从咖啡馆出来，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闲逛。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姐姐，你会和他离婚吗？”于角深思熟虑了很久，然后下定决心一般，微微点了点头。说实话，于角的这个态度很令我惊讶，因为在我的观念中，要家庭主妇走出这一步是很难的。毕竟离婚后，首先面临的就是经济问题，重新找工作，重新适应环境，重新融入人群。而于角，他又为这个家庭投入了那么多心力。于角可能想到了我的疑惑，他解释说：“我很害怕背叛，我妈就是被我爸抛弃的。”那一天下午，我们回到了于角的母亲家。于角的母亲住在旧城区一栋7层的老楼，年代久远，斑驳的墙体已经开始脱落。有邻居看到于角，笑着打招呼：“哎呀，过来找张淑娟吧，你妈肯定高兴。”可是母亲的反应还没有邻居激动。当打开大门，看到于角的那一刻，她的眼神浑浊，没有一丝惊喜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大白天的，闲得慌，不知道在家带孩子。”于角手里还提着水果和牛奶，这时候礼品都不知道往哪放。他叹口气：“妈，我来看看你。”张淑娟接过他手里的东西，往沙发上一坐，就开始聊起了家常。听说晨晨升职了，我就说他是潜力股吧。当年相亲的时候，你还说不喜欢他，得亏妈让你赶紧抓住他，这可是公务员。哎，他这一发达了，身边贴上的小姑娘绝对不会少，你可得看住了。你又不挣钱，这丈夫就是天，在家说你什么你就得受着，可千万不能给他摆脸色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你忘了你爹怎么把咱俩抛弃的了？你要是不想让囡囡没爸爸，就得好好抓住男人。”于角的妈妈说着说着，感慨万千，还拿起纸巾抹起眼泪来了。我也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位老阿姨早年估计是受过什么情伤，把所有的过错一股脑全揽到自己身上了，就怕女儿再重蹈自身覆辙，所以天天教育孩子依附男人，仰望男人，看紧了男人。我听着眉头都打结了。可不是大姨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且不说公务员不能通过婚姻传播，就凭你女儿1年60万的收入，还赶不上渣男扣掉5险1金到手10万。于角姐姐现在走到这一步，我看你这个当妈的起码得负80%责任，气得我真想一个抱起，看看70年代的恋爱脑是个什么材质。不过转头一想，大姨毕竟是于角的母亲，作为新时代尊老爱幼的五好青年，我再怎么愤愤不平，也不好和老人家直接翻脸。这么一来，我刚刚要冲上去据理力争的气势瞬间萎了下去。而我没说话，却有人说话了：“妈，你这辈子都过糊涂了。我是我，晨晨是晨晨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和他离婚。”我愣愣地看着此时的于角姐姐，她和我不久前第一次看到她时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那时的她说话声音小小的，轻轻的，一遇到什么事儿，脸就变红，像是不好意思似的。可现在，她挺直腰杆，目光坚定，声音也不怂，整个人气场强大极了。大姨不可置信：“你要离婚？晨晨这么好的男人，还是公务员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你想气死我是吧？”他话音刚落，外面突然传来砰砰砰的砸门声，还伴着毫不客气的喊骂：“于角，你是不是躲在这里？给我滚出来！我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个家是谁做主了。”哟，这个晨晨是找上门来了。
于角大跨步走上去，把铁门猛地往外一推，铁门哐叽一声砸在了陈琛的鼻子上。他捂住鼻子，气呼呼地看着于角，哼道：“不长眼睛！你知道你今天来我们单位一闹，同事们都怎么看我，怎么说我吗？我刚被提拔，现在一个一个全谣传我生活作风有问题，这对我未来的前途影响很大。”于角还没说话呢，大姨先灰溜溜跑过来了，她慌张地叫唤：“女婿啊，我们家娇娇又哪里惹你不开心了？你别生气，我跟她好好说说，她改还不行吗？”“改！”陈琛哼了一声，一把抓住于角的手腕，他厉声喝道：“你现在就和我去单位找领导，最好写个说明，说咱两个夫妻感情很好，至于什么小三小四的那些事儿，都是假的，纯属造谣。你疯了吧？”陈琛没成想，于角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“我亲眼看见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装作没发生过？”陈琛咬牙问。“那你是什么意思？”“离婚。”于角只说了2个字，相当简洁。陈琛像是被一锤子砸中了脑袋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过了好一会，才愣愣地反问：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好几年没上班，不都是我供你吃，供你穿？要是离了婚，你能干什么？你还以为你自己是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天之骄子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出门去找工作，就算是去厂里拧螺丝，都没人要。我真没看出来，这个陈琛还是破达人呢，这能忍？”于角拿手往他鼻子上一指：“真是笑话！你一个二本生，操心起我的出路来了？我工作3年，顶你上班20年，你嚣张什么呀？就连婚房都是我以前攒下来的全款房。我劝你最好赶紧自谋出路，毕竟像你这样的情况，是要净身出户的。”于角甚至没把陈琛请进家门，2个人的撕逼引来了一众邻居的围观，有人直接端出来了马扎、瓜子和蜜橘，一边吐皮一边对陈琛指指点点：“呀，这是什么负心男，还在外面拈花惹草，老张家的女婿是吧？我早就看他不行了，还不让说，每次见到他，屁股都翘到天上了。哎，于角嫁给他是可惜喽。”陈琛虽然脸皮厚，但架不住群众猛烈的炮火攻击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绿，灰溜溜的就跑了。于角姐姐大获全胜，从母亲家里出来的她，又恢复了我认识的那副温柔安静的样子。她轻声说，自己想好了，要先把孩子从家里接出来，找一个地方住一段日子，方便不受干扰地全副身心打离婚官司，属于他的财产，他都要拿回来，不是他的，他也不会要。经历变故的于角像蒲草一样柔韧坚毅，也许上天也想帮他一把。过了几天，等他彻底从家里搬出来之后，突然接到了一个老同学的电话：“梁玉。”我看着屏幕上的这个名字，觉得有点熟悉，想了半天，恍然大悟，这不是冯强上次见面时顺嘴提到过的一个人吗？于角看到梁玉的电话，也愣住了。他犹豫了一会，才接起。那边传来的声音平稳有力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靠谱的男性。于角，是我，梁玉，高中同学。于角嗯了一声，我知道，你上次同学会没去，我还是从冯强口里听到的你的消息。出来坐坐吗？于角姐姐社恐属性又迸发了。最近忙，算了吧。那你忙完了给我打电话。可能要忙很久，我要离婚，还得打官司。梁玉笑出了声，那你更应该来见我呀，我可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。我这颗吃瓜的心啊，熊熊地燃烧了起来。在我24小时逼逼叨的怂恿和催促下，于角终于定下了和梁玉的见面时间。到了那一天，我总算见到了于角的这位老同学。
她1米8多的身高，穿着黑色大衣，看起来儒雅俊逸。聊了一会过去的事情后，梁玉很快切入正题，帮助于角分析目前的情况。他既然是婚内出轨，那就是过错方，你有权请求赔偿。房子属于你的婚前财产，谁都拿不走。咱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男方工作性质，不说流言蜚语传播的特别快，你要是狠下心来，一个举报，他被开除都有可能。梁玉用了1个下午，给于角清清楚楚掰扯明白了下面应该怎么收集证据，司法流程怎么走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。而我们的于角姐姐也不愧是大学霸，只要是梁玉说过的话，全部都印在了她的脑子里。我都已经晕头转向、迷迷糊糊了，她还能举一反三，给自己罗列个1、2、3、4、5的条目来。到了6、7点钟，梁玉终于把他那一摞厚厚的文件夹合上了。他开玩笑，这么多年，你的脑筋倒是一点没变。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去我们律所做实习生呢。一丝红晕浮上了于角的脸庞，他低声说：“你帮我这么多，我晚上请你吃饭吧。”听到吃饭2个字，我的脑子终于清醒了。虽然不能尝到食物，但饱饱眼福也是好的嘛。梁玉也没推辞，直接答应了。2个人就近找了一家餐馆，趁着梁玉和服务员点菜的时候，我的八卦之魂又扑腾起来了。于角姐姐，我觉得你这个老同学真不错，妥妥靠谱好男人一枚，要把握住啊！于角立马慌张地摇起手来，不要乱说，我还没离婚呢。我哼了一声，你现在这样，和离婚也就差扯一张证了。别，人家肯定有对象的，也是巧了。梁玉点完菜，边和于角走去包厢，边攀谈：“你不用总是谢我，像我这样的单身汉，在家宅着就是打游戏，多无聊啊。”晚饭的时间，2个人没有再说起离婚的事情。梁玉提起了高中，原来那时候梁玉就坐在于角的后面，他是英语课代表。高1第1次随堂测验后，梁玉从办公室里抱回来卷子，发下去。他笑着说：“你的成绩从一开始就好，英语是我最拿手的科目，都要比你低几分。”我当时就想，这是谁呀？那么厉害！一看名字，于角。我当时第一反应，这个名字特别好听，我整个一哑口无言。梁玉，你这就彩虹屁了吧？于角，分明是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啊！连于角自己都有点惊讶。不会吧？我妈说她就是随便起的，因为娇娇叫起来比较顺口，所以一开始叫做于娇，后来去派出所上户口的时候，那边给打错了，写成了于角，懒得改，也就这么一直叫着了。是啊，我跟着于角这么久，身边亲近的人大多也都叫他娇娇。梁玉拿过了一张餐巾纸，用圆珠笔在上面写上了“角”这个字，然后在旁边画上了一轮弯弯的月亮。后来我看到你，就总能想到天上的皎月，因为月亮会发光，可以照到所有人。于角愣住了，可是我却明白了梁玉话里的意思。她的母亲要她像菟丝花一样依附着丈夫，她的丈夫忽视她，鄙夷她，呵斥她毫无用处。后来连她自己都开始看清自己，她的光芒被掩藏，彻彻底底成为了家庭的附庸。于角看着梁玉画在纸巾上的图案，淡淡的笑了。是啊，我天生不是谁的娇娇，我的于角姐姐呀，你原本不应该被囿于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中，你是皎月，是高山，也是人杰。你的舞台那么广阔，又怎么可以一生平庸？自从于角和陈琛决裂后，我出头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。现在基本就是跟着于角姐姐吃瓜看戏的状态，每天陪着她带娃，上网投简历，再打一打离婚官司。
日子真是充实啊。晨晨发现于角是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后，一开始坚决不同意，后来走上了法庭打离婚官司。他没想到法官根本没站在他这一边，不仅要求他归还于角的婚前房产，还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，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，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的内容，要求陈琛对于角进行经济补偿。陈琛在法庭上暴走：我上班赚钱养家，他一天天指望我活着，现在倒好，我和女同事的事情被他传得到处都是，直接被领导闹得降职了，到头来要我给补偿，谁补偿我呀？法官敲着法锤，怒斥道：家务劳动补偿，你懂不懂？你妻子放弃工作照顾家庭，本身就是一种牺牲，你懂不懂？孩子被判给了于角，他会抱着他，浏览着招聘网站上的招聘信息。虽然于角有几年没有工作的空白期，但是凭着他的学历背景和毕业后的工作经验，还是收获了几家大厂的 offer。我看着于角姐姐查阅邮件，一边感叹着大厂薪资就是好，一边充当狗头参谋军师，和他一块分析：这家听说食堂不错，就是007，加班文化太严重。这家好像40岁以上就得毕业，这不是我上辈子隔壁那个公司吗？听说平均年薪80万，就是每年都得猝死2个祭天。我分析得唾沫横飞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阴恻恻的声音：王萌萌是吗？地府编号7474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于角没有听见这个声音，只有我听见了。面前2个瘦猴样子的家伙，一个一身黑，一个一身白，拿着毛笔在卷宗上勾画着什么。见鬼了！我叫道：黑白无常，这都过了多少天了，你们才想起我来？2位二大爷毫不羞愧、恬不知耻地解释：年底活多，人手紧张，出点岔子在所难免，回头投胎给你添点阳寿。有这么敷衍对待工作的吗？于是我拿出当年给老板卖命的气度，一顿输出，据理力争，甚至威胁举报，终于把从增加半年阳寿改为增加3年阳寿，外加投胎到一个富豪家庭。黑白无常头也大了，抹着汗叫我小祖宗。姐姐，咱可以走了吧？我说再等一下，我得去告个别。此时于角已经选定好了他的工作，互联网业内难得口碑不错的公司，根据业务水平定档，加班气氛也没有那么严重，还附带有幼儿园，上班的话孩子也有人照顾了。他发送完确认接受 offer 的邮件，然后趴在书桌上睡着了。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走上了正轨。我最后看了一眼于角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暖暖的。我的于角姐姐，愿你像皎月一般，永远不被遮住自己的光亮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老公从贵州出差回来，兴奋地告诉我，他资助了一名大学生，虽然孩子成绩一般，但能从那个老山区里考上大学也实属不易。你难道忘记我以前的教训了？我态度坚定地否决了。老公微笑着从身后环抱住我，抚摸着我的小腹，继续说道：我当然没忘，只是这个小女孩真的不一样，很单纯也很可怜。再说了，你看你也怀上了咱们的宝宝，就算做点善事替孩子积德吧。我一时语塞。是啊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况且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我不该因为某一个人而变得冷漠。可是当我再次想起，还是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那年暑假，我还是一名研究生，学校组织下乡支教，我和当时的男友胡鑫都报名参加了活动，
支教的村子坐落在悬崖峭壁间，我才发现电视里报道的恶劣环境，比如上学路上需要牵绳索了，轮流去几公里外的井里打水喝了。这些新闻原来都是真的。正值夏季，村子里缺水严重，连上3节课又进水不足的我开始出现中暑症状。交代好湖心替班后，我一头趴在办公室书桌上，天昏地转时，我虚着眼看到办公室的门被轻声推开，一个小女孩用破旧的陶瓷碗装了满满一碗水，端着它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。老师，您快喝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小女孩轻轻地推推我，她的眼睛长得很漂亮，一边甜甜地笑着，一边把那碗救命水递给我。我不知道她从哪儿打到的水，学校负责打水的孩子还没回来，她可能是自己徒步走去的。想到这儿，我便更感激这个小女孩了。还没来得及道谢，转眼她又像天使挥着小翅膀一样扑腾着离开了。下午上课时，我有意在班里寻找这位小天使，结果都无功而返。傍晚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哭声，音量不大，正好能被听见。循着声音找去，我看到有人蹲在一棵大树旁，肩膀微微抖动着，模样伤心极了。走近一看，居然就是那个小天使。我疼惜地询问小女孩怎么不带在学校，跑到这儿来哭了。小女孩抬起头，鼻涕眼泪抹了一脸，抽泣着回答我，她的爸爸不同意让她读书，已经休学有一段时间了。小女孩哭得厉害，我拍着她的背，让她顺了会儿气后才能好好说话。小女孩名叫李月，之后我都唤她做月月。月月是家里的老二，上头有个姐姐，下面有个弟弟。父亲因为家境贫寒的原因，不再让刚读完小学的李月念书，准备送她外出打工，供弟弟上学。他说下午去给家里打水时，偷偷回了趟学校。也正是这个时候遇见了我，看见大家都能在教室里读书写字，自己特别羡慕，也觉得委屈，忍不住在半道上哭了出来。听完月月的述说，我真是心疼极了。落后的地方思想也落后的厉害，弟弟可以读书，凭什么姐姐就得辍学？而且从月月有限的描述中，我也隐约推测出他是个成绩不错的孩子，反而弟弟玩心重，不求上进。就算不是为了帮助月月，凭着一碗水的恩情，我也要去会会月月的父母。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月月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带我回家。果不其然，月月的奖状将破败的墙壁装饰得熠熠生辉，而他的弟弟却还赖在家里不肯念书，不停地使唤着父亲。我环顾四周，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月月家的辽败，至少家徒四壁的墙体是完整的。好在没有下雨，否则带屋里也得撑散了。了解后才知道，月月母亲离世的早，父亲当爹又当妈的撑起了整个家。姐姐早已辍学在家帮忙务农，父亲则会在得空的夜里，借着油灯晃动的微光卷纸烟，赶集时拿去镇上卖。望着月月父亲沟壑纵横的脸，我也再说不出来实路上因为愤怒催生的一大套理论，拳头一握就做出了决定。叔叔，我资助月月读初中吧。月月的父亲听到这话，马上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转过身来，紧紧拽着我的手，连呼大恩人。他赶紧叫来月月，让他跪在我面前道谢。月月听到自己可以继续读书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往外泛着光，好像看到了变得无比灿烂的未来。月月正要往下跪时，被我一把拦住了。下跪就不用了，月月只要好好学习就行。见到他们开心的模样，我也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一把将月月抱进怀里。其实我的家庭并不优渥，
不过眼看要毕业了，经济来源也会慢慢稳定，资助一个学生应该不成问题。返校后，我和月月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月月那头通信不变。我们通常是以写信的方式，我让月月自己上镇上联系好中学，打听好费用后告诉我，我再从这边给他汇钱过去。月月很听话，事无巨细都办得非常靠谱。毕业后，我忙着到处投递简历和实习的事，和月月的联系逐渐减少。倒是月月懂事的，一有机会就给我打电话，对我嘘寒问暖，关心备至，让我在初入社会遭受挫折打击时感到无比温暖。工作稳定后，我开始主动联系月月，询问她最近的生活情况、学习成绩等。有时我也会像个家长，偷偷给月月的班主任打电话，每次得到的结果都让我欣慰。老师告诉我，月月是个人缘很好的孩子，大家都愿意跟她玩。最重要的是，月月成绩非常优异，末了还夸赞我养育了个好女儿。我没有过多解释同月月的关系，只是一边说着哪里哪里，一边在电话这头偷着乐。3年后，月月争气地考上市重点高中。暑假时，我特意将月月接到家里，提前熟悉市里的环境。来之前，我同男友胡鑫商量起月月的事。胡鑫惊讶于我居然在资助学生，他觉得我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宽裕，而我却还要雪上加霜地往外送钱，十分不可理喻，因此和我大吵一架。最后胡鑫砰地摔上门，住回了自己的宿舍。胡鑫的离开并没有影响我接待月月的热情。几天后，月月就拎着几大袋干货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我带着农村里来的月月四处转悠，逛街购物吃饭，新鲜的、有趣的都想让她体验一遍。临近开学，月月接到姐姐生病的消息，独自整理好行李，准备回家帮忙。3年以来，她家的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反而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越发困难。月月从始至终没有问过我是否愿意继续资助她读高中，而我经过胡鑫这么一闹，加上市里高昂的学费，确实也有些动摇。好在月月一直笑得很甜，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曾在她身上发生。离开时，我把月月送到车站，叮嘱她回家要懂事听话，好好学习，将来走出大山。月月也似懂非懂，使劲点着头。客车滴滴，鸣笛催促旅客上车时，月月忽然抱住了我，小小的个子还踮着脚，努力往上勾。月月够到我耳旁，轻声地说着：“谢谢您，妈妈。”听到这句话时，我再也没忍住，眼泪一下涌了出来。我抢回月月的车票，一把丢掉，接过行李，牵起她的手，转身往回走。月月，妈妈供你读高中，以后咱们还要读大学，考研究生。月月读高中以后，因为我的工作原因，虽然学校离家不算太远，我和他的新班主任黄老师还是以电话的方式联系。黄老师说的内容与初中老师出入不大，月月走到哪儿都是成绩优异的3好学生，但这个黄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还很青涩，应该是才任职不久，我有些放心不下。周5时特意请了半天假，去学校看望寄宿的月月。到达学校时，月月还没有下课。我决定把买给黄老师的水果先送到办公室去，不巧却没有看到模样年轻的老师。您好，请问黄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站在门口，就近询问着一位男老师。我就是黄老师，你哪位？男老师扶了下眼镜，疑惑地看着我。哦，不，我要找的黄老师是位女老师，高1、3班李月的班主任。我连忙解释道。听我说完，男老师的表情反而更加奇怪了。他长长的啧了一声，回答我说：“
我就是李月的班主任啊。这样，一会儿下课，我把李月叫来问清楚，好吧？”这位黄老师神情坚定的样子，不像在说笑。我已经大概能猜到是怎么一回事，我连忙挥手，递上水果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黄老师，趁着还没下课，我向真正的黄老师把曾经在电话里问过的问题全部再提了一遍，这才知道了月月在学校的真实表现。黄老师说月月很聪明，但生性叛逆，极难管教。一入学便和高年级的混混玩到了一起，整天不务正业，不闯祸已经很不错了。黄老师还话里话外提醒我，那些个混混都是家里有钱有势的主，父母早就把他们的未来打点得妥妥当当，而月月的未来只能靠她自己。我和月月约好周末见一次面，月月又长高了一些，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还是穿着上次离开时的旧衣服，洗得发白也没舍得扔。我实在很难把她和那些大手大脚的混混联系到一起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心一横，开始质问起来。月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皱着眉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月月长着一对无辜眼，无论什么时候看她都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妈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月月反问道。你给我的黄老师的电话根本就是假的。月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电话我是照着老师给我的抄给你呀。妈妈，你不相信我。月月说着又向前挪了几步，走到我面前，嘟着小嘴巴，眼里快要泛出泪水来。我开始反思，会不会是老师给错了号码，或者月月抄错了，他并没有存心欺骗我，仅此而已呢？可是每次我打给错误的号码，对方总能完美的说出我想要的答案，这不是串通又是什么？月月被我逼问得哑口无言，终于改了口风，语气一下软了下来。他告诉我自己这么做，其实是怕我知道了他糟糕的情况就会放弃他，他只是担心的厉害才出此下策，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月月说完，又像乖巧的小猫似的，往上寻着我的脖子一把勾住，喃喃地跟我说对不起。我当然会原谅他，毕竟几年感情，况且我还是他的妈妈。但也是从那一刻起，面对月月我竟感觉有几分陌生。最后我教育了他几句，提醒他减少和不良学生的来往，专心学习。经过了上次的欺骗事件，对于月月，凡事我都会多长一个心眼。我告诉自己，孩子长大了，再乖巧的人也会有叛逆的阶段。于是我主动联系黄老师的时候越来越多，可是越到后面，得到的结果却越糟糕。月月没有如我所愿，反而成绩一再下滑。好在同他厮混在一起的人都在陆续办理出国手续，往后情况应该会有好转。后来我没想到月月居然提出就读艺校的请求。月月在电话那头说自己肯定上不了大学，不如趁早花钱去读个艺术院校。我在电话这头气得直哆嗦。贪玩厌学的月月不愿意奋发努力考大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反而寄希望于用金钱堆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。首先，你的父亲不可能负担得起昂贵的学费，其次，我也不会同意这么幼稚的想法。月月，你得把心思放在眼前的学习上，别再想东想西了。我补充道。还有，我怀孕了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不能常去看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说完我便挂了电话，不愿再和月月争执下去。朋友告诉我，怀孕的女人千万不能动气，对胎儿影响不好。怀孕的事也是前不久才被检查出来，和胡鑫不温不火的恋爱这么多年，
毕业后，俩人都在竭尽全力的工作以稳固事业。突如其来的孩子，让我们这才考虑到结婚的事，也许是天意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奉子成婚的一员。检查出孕情后，我便向单位请了假，安心在家养胎。和胡鑫的婚礼定在2周之后。胡鑫见我没了工作，主动申请外出学习，说是多工作多赚奶粉钱养家。我很意外月月能在周末来看望我，他说担心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，趁着放假过来陪陪。和月月吵架是几天前的事，我努力说服自己忘记这段不愉快的回忆。好在月月一直没有提起，看起来也没有放在心上。月月削好苹果后，转身递给我，叮嘱我躺着好好休息，享受水果的美味。随后他起身向厨房走去，说要给我倒杯水。我乖乖地靠在沙发上啃着苹果，忽然想起怀孕后因为担心交叉感染，自己已经有了指定的杯子。我冲厨房叫了几声，月月也没有应答，无奈只能起身往厨房走。还没靠近，我就看到了蹑手蹑脚、行为怪异的月月。我3步并作2步，迅速走到他身边，抓起他的双手，一张附着粉末的纸片就从他的掌心掉落下来。我指着撒了一地的不明物，疑惑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月月神情慌张，额头上不断往外冒着豆大的汗珠。月月支支吾吾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我内心一颤，意识到绝非好事。我提醒月月必须说实话，否则我会一直追究下去，甚至可能拿去做鉴定。月月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说话，眉毛往下搭着。那对无辜眼让此时的他看起来居然很可怜。忽然我的小腹一阵绞痛，顾不上收拾粉末，我连忙跑向洗手间。还没走到洗手间，我就看见鲜血顺着自己的大腿往下不停地流淌。我声音颤抖着叫月月赶紧叫救护车，回头时却看见月月不慌不忙地蹲下身，擦拭着那些散落的粉末。医生告诉我这是流产迹象，还问我有没有进行过药物流产。怀孕后谨小慎微的不行的我，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我忽然想起那堆散落的粉末，月月来了有1天时间了，饭菜都是他掌勺。如果真的是他刻意为之，那么对我下手的机会应该有很多。我想都不敢再想，紧紧闭上眼睛，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。你现在的情况很不好，经过这样的折腾，胎儿已经遭受极大损害，很可能导致畸形或发育不完全。我建议你做人流。医生叹了口气，让我多考虑一下，先住院观察几天，决定好就安排手术。医生离开后，月月跟着走了进来。我面色苍白，把头扭向一边，不想理会他。我也没有追究下去的心思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都只会让人更寒心。月月靠着墙蹲在地上，把头埋进膝盖之间，小声啜泣起来，好像又回到5年前回家路上见到他时的傍晚。我下意识地想要去安慰他，可自己都已经躺在了病床上。月月跟我解释，那些粉末只是一些维生素。他哭了好一阵，见我没有说话的意愿，开始自言自语起来。他说知道我怀孕以后，自己心里很不好受，感觉有人要抢夺属于他的母爱。他还认为我不同意他就读艺校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，觉得我因为将要有自己的家庭，就会在不久之后慢慢抛弃他。如果是5年前的我听到这段话，肯定会同情心泛滥，与他和好如初。而现在月月说的话，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归根结底是不再相信你已经成年可以独立了。高中我会坚持资助下去，也到此为止。肯努力就去考大学，
选择继续堕落，我也没权利干涉你。你回去吧。交代完，我掖了掖被子，招呼月月离开。我只想时间走得再快一些，尽早和他脱离关系。权衡再三，我还是决定拿掉孩子。大医院的住宿费高昂，多待一天都很奢侈。手术结束后，我忍着疼痛打的回到家里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自己还没完全消化，便也还没通知胡鑫。我有气无力地打开房门，看到鞋柜旁蓦然多出2双鞋，其中一双我一眼便认了出来，那是上次在折扣日时买给胡鑫的皮鞋。而另一双，月月，我环顾四周，不见他俩人影，只有卧室的门掩得很紧。我努力保持镇静，向卧室走去，推开房门，发出一点声响。在望向床上时，眼前这一幕的景象成了我今后许多个夜里不停重复的噩梦。我看到胡鑫和月月俩人躺在床上，互相拉扯着被子，以遮掩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。胡鑫眼神恐慌地望着我，脸涨得通红，马上又看向别处，躲避着我的目光。月月则依然一脸无辜地告诉我：“妈妈，叔叔说我只要乖乖听话，他就同意资助我读艺校了。如果没有这次意外，胡鑫就会是那个和我共度一生的男人。可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意外，所有的意外都是一种必然。”我没有哭闹，有的只是绝望，甚至恐惧。我看到月月的嘴角分明在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。没等到月月高中毕业，我把余下的学费一次性交接给了黄老师，逃跑般离开了这座城市。离开月月后，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，只是偶尔还会在梦里相遇，都是在一些不太好的梦境里。月月那双无辜眼睁得无比大，一遍一遍叫着我妈妈。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他是个善良热情的人，与之前胡鑫的自私冷漠形成了强烈对比。慢慢，噩梦的频率也减少下来。还有2个月就要到预产期，我也在忙着制备宝宝的衣物，生活又变得充实而幸福。想什么呢？孕妇不宜久站，快坐下休息会儿吧。老公打断我的回忆，搀着我到沙发上。我微笑着摇摇头，说没什么，肯定在想你以前资助过的那个孩子。这段不好的经历以后就不要再去回忆了，好吗？老公握着我的手，眼里尽是温柔。他继续说道：“宝贝，咱们不能以偏概全，做慈善是件好事，被资助对象心怀感激的还是占大多数。他只是个极端例子，不信明天我让贵州这个小女孩来看看你，你亲自过目就会安心了。即使已经离开了月月，她的事也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心结，说不定见到新人就能冲抵掉对旧人的回忆。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同意了老公的提议。第2天，老公早早买回了新鲜食材，我也收拾好房间，等着小女孩的到来。但临近正午也没有动静，老公还在厨房倒腾。我百无聊赖地打开了电视，才看了几分钟广告，门铃就被人按响了。老公从厨房一路跑出来，边擦手边招呼我坐着就行。他去开门，我望向大门方向，把背挺得直直的，期待着与小女孩的第一次碰面，希望给彼此留下一个好印象。门开了，老公喜笑颜开地接过女孩手上的东西。忽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门外的女孩笑得很甜，眨巴着一双楚楚可怜的无辜眼，她的瞳孔黑得阴森，深不见底。然后我感到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双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想努力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如此困难。丧失意识前，我听到老公手忙脚乱地呼叫救护车，同时招呼女孩把我从地上扶起来。我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停在了我身边。女孩俯身抱住我，
嘴唇贴近我的耳朵，轻声地说：“很想念您呐，我的妈妈。”四周是消毒水的味道。医生翻开病历，眉头紧锁地问：“以前有过流产吗？”我勉强能微微睁开眼，模糊地看见老公周宇和那个女人远远地并排站在一旁。不好意思，医生，我不太清楚。应该没有吧？女人用一贯无辜懵懂的模样摊开手回答道，随后换上一副焦急的神情，扭头望向周宇。这个女人叫李月，是我曾经资助过的孩子。我甚至想不起几年前她还被我唤作宝贝女儿月月时的模样。现在的她，唇红齿白，笑靥如花。这段记忆的缺失，与她和我前任衣不蔽体的被捉奸在床，或者是否害死我腹中的孩子都无关。我只是发自内心的恶心，甚至恐惧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。我的眼前一黑，又昏睡过去。醒来时，李月已经离开了病房。正削着水果的周宇听见动静，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向我走来：“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”周宇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。我仔细环顾四周，确定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后，这才张开煞白的嘴唇，死死盯着周宇的布满红血丝的眼睛，快要渗出泪来，更像是乞求般对他说：“老公，你现在资助的女孩就是月月，李月呀。”周宇愣在那里，我开始碎碎念：他明知道我失去过一个孩子，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半晌，周宇缓过神来，伸手轻轻搂住我的肩膀，让我停下来。他捋了捋我额头边散乱的头发，温柔地将它们一一别到我的耳后，安慰说：“她不是月月，她叫小柯，是个很乖的女孩。老婆，咱们的孩子已经保住了，你就别再疑神疑鬼了。”我的老公周宇是市局里最年轻有为的警察，认识没多久，他便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请求。后来周宇说，这么快确定和我走过下半生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疼我之前的遭遇。他傻是真傻，可心底的善良也是实打实的真。周宇和我一样，是个热心善良的人，他又和我不一样，他有头脑有主见，从事侦查工作这么多年，从没有失手过。可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能把他糊弄到。是的，李月又来找我了，用另一个身份。我敢肯定，这个看起来无辜可怜的女人就是李月，尽管她的名字叫小柯。而且我相信，凭借她那些年对付我的本事，别说改名换姓了，改头换面都不是问题。我不知道她再次出现到底有什么目的。我摸摸自己的小腹，后背不禁涌起一阵凉意。我立马抓起周宇的手，求他不要相信李月，求他救救我们的孩子。我没想到，周宇居然慢慢将我的手指掰开来。他站起身走到门口，看上去有些失望地背对着我。明天我要出差一趟，时间可能会比以往久，现在得回去收拾东西了。出院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各界朋友调查小柯的来历。调查结果同周宇的说法一致，这个女人是贵州偏远地区的孤儿，从始至终都叫小柯。我越发绝望，自己这样的小白都能想到调查她的身世，向来做事专业沉稳的周宇一定早就验证过了。难怪他会如此笃定小柯的身份。朋友们都安慰我，真相已经很明确了，让我安心养胎。他们怀疑我的多疑是产前抑郁的某种表现形式。为了让关心我的人安下心来，我最终顺了他们的意，不再对小柯的身份进行追查。没多久便辞去了现在的工作，但恐慌并没有消除。回到家里，我的心变得更加不安。往日里温馨的小窝，此刻空荡无比。周宇有多久没回家了呢？我不敢多想，
瞥到墙上挂的那幅结婚时拍的全家福，脑海里闪过一丝希望。即使全世界都认为他是小柯，这世上最亲近的家人，李月的亲生父亲，也不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女儿。第二天，我买了最早的火车票，到站后又转了几趟车，几经波折，终于回到从前支教的村子，也是我和李月孽缘开始的地方。挺着大肚子，搭上一辆好心师傅驾驶的3轮车，我靠着脑海里仅存的记忆，沿途搜寻着李月家的泥巴房子。3轮车在凹凸不平的路面前行，马达吃力地发出哒哒哒的声音。石子路走到尽头，我也下了车，一落地便靠在一棵大树边哇哇地吐。师傅不知所措地递来一个拧开了瓶盖的茶壶，让我漱漱口。茶壶黑乎乎的瓶身已经看不清上面印刷的图案，开口边缘也被磨得参差不齐，让人找不到地方下嘴。我却感到温暖极了，像那天下午月月送到办公室来的一碗清水，纯真的没有一丝杂质。没记错的话，再多走几步，拐过这个弯就能看到李月家的房子。夜里他们通常不点灯，所以得趁早赶路。我忽然激动起来，只要找到他的父亲，带回城里见到小柯后，他就能以绝对的权威证明小柯就是李月。泥巴房子越来越近，李月年迈的老父亲依然像几年前一样，坐在家门前卷着纸烟，只是他的眼神似乎已大不如前，动作有些迟缓。他一抬头便看到了我，呆呆地愣了好久，才敢叫出我的名字。他叫小儿子出来，把制作纸烟那一套东西收进屋里。小儿子双手插兜，踩着拖鞋，极不情愿地用脚踢着往里送。他端来一张凳子，用绳上挂着的那条最干净的毛巾擦拭后，才让我坐下。他紧张得不断揉搓着那双沟壑纵横的老手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只是反复念叨着感谢我对月月的资助。我忽然有些心疼，面对这样一个可怜的老人，说出冰冷的事实，再让他去指认乖巧懂事的女儿，是何其残忍。未能说出来意，我寒暄道：“您的小儿子没读书了。”老人抹了一把脸，他低垂着眼，偷瞄了一下屋内的动静，然后小声对我说：“早就没读了，你别资助他。这孩子不像月月，皮得很。老人喜欢月月的厉害，这我是知道的。每次谈话中都能感受到他溢于言表的欢喜。大山里走出去的女娃，聪明懂事又独立，人还长得水灵。换谁有这样的女儿，都能乐呵大半辈子。可是他不是，他是口腹蜜饯的恶魔，披着一张单纯无辜的皮囊，干着肮脏龌龊的勾当。”说完，老人又挺起胸膛，恢复了正常音量：“月月这娃从小就没了亲娘，自然比弟弟懂事。您的意思是，他们同父异母？”老人不置可否，他从腰后抽出一根旧烟杆，费尽地点上火，猛嘬了2口。月月的亲娘嫁进门没多久，就生下了月月和他姐。那时我们虽然不富裕，4个人的生活也很开心。后来他病逝了，我缓缓抬起手，指着屋内墙上挂着的黑白画像问道。老人摆摆手，咳嗽了2声，差点被浓烟呛到。那不是月月的亲娘，是这小子的娘亲，就给他惯坏的。他狠狠地瞪了眼出门溜达的小儿子，语气里满是愤怒和无奈。等小儿子走远了，老人才又开口道：“月月的亲娘是我第1个婆娘。那年村子里来了几个下乡的年轻公务员，回城时他也跟着其中1个走了。您没阻止吗？难道是偷偷溜走的？”我有些惊讶，结过婚的人还能说走就走了？老人听完苦涩地笑着：“光明正大走的，还拿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，阻止？呵，
我怎么阻止嘛？他说了，人家比我有文化，还有钱，能带他去大城市。我也偷偷看过那男的，确实是长得白白净净，很体面的。我一时语塞，对于月月生母的离去，老人除了失落，居然还有一层祝福的意味。他可以想象到那个抛弃他的女人此刻在城里生活的悠闲富足，而他是否想过该如何抚慰贫瘠山区里的这一颗千疮百孔善良的心？后来才有了这位，可能是被老人的故事震惊到了。我指向屋内的手迟迟未能收回。小子的娘亲本来是个寡妇，孤儿寡母的看着可怜，我就一起照顾了。本想着也算是找了个人疼月月姐妹俩，没想到啊，要不是那天干完农活回家的早，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婆娘会虐待他们呢。老人说到这儿有点哽咽，泪眼婆娑地看向远方。我没有打断他，等了好一阵，他才继续说下去。没办法，咱也不能抛弃他们母子不是。好说歹说，婆娘明面上没虐待孩子了，背地里，他停顿了一下，不忍说出口。后来婆娘也病死了，就留下我们4个。好在有你娃，资助我家月月。你放心，他将来一定能有出息报答你。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心里说不出的酸楚。忽然我看到老人的眼里闪烁出点点光芒，自己身前的地面逐渐冒出一处阴影，阴影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，直至把我完全笼罩。我回过头，李月正站在我的身后，笑盈盈的眼睛里冒着冷冷的寒光。我一个踉跄从凳子上跌下，老人反应迅速地将我扶住，扭头叫李月过来帮忙。李月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很积极，赶紧接过手将我搀扶到屋里。我靠在床沿边，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感觉到难以言说的陌生和可怕。妈妈，您亲自来找我爸干嘛呀？跋山涉水的，小心肚子里的宝宝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李月。我几乎是在冲他嘶吼，他却不痛不痒地保持着微笑。可我已经不是李月了呀，周叔叔没跟你说吗？我叫小柯，承认了吧？小柯就是李月。我的直觉没错，即使化成灰烬，我也能从漫天飘散的粉末中认出他。现在我只恨自己没有随身携带录音笔，记下这些证据放给大傻子周宇听。妈妈，您这次来是想让我爸爸当着周宇叔叔的面指认女儿吧？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失落。可是，如果叔叔已经下决心跟您离婚，您还在意他怎么看我吗？对了，您知道他出差有多久了吧？李月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从床上挣扎着起身，疯了般抓住他的衣服胡乱地扯。李月也没有反抗，反而抱紧了我。此时异常冷静的他更让人觉得可怕。他把我的头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在耳边一遍遍重复着：我要永远只属于我的妈妈。我一整晚都不敢睡着，时刻提防着门外的动静和那个可怕的女人。天灰蒙蒙亮时，我就起身准备回家。开门正好撞见早起做饭的老父亲。老人告诉我，李月昨晚接了个电话，连夜离开了，好像是要回城里见什么重要的人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吃早饭时，我一直在想周宇的事。老人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，却也无从询问，只一直叫我多吃点。我告诉他自己有点想家了，一会儿吃完饭就要离开，工作繁忙，以后应该也不会回来了，叫他照顾好自己。老人虽万般不舍，却也不再挽留，只一个劲儿地往我碗里夹菜。其实我现在也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儿了。李月的话不是危言耸听，前任胡鑫就是这样离开了自己。我想起和周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，泪水就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抽着将脸别到一边，不断地往嘴里塞大米饭。宝贝，你别吃这么快呀，该噎着了。我分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一抬头，周瑜已经将我手里的碗筷夺下。我不再顾及老人的感受，扑腾一下抱住周瑜，好不容易忍住的泪水瞬间决堤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李月哇！我又抽泣起来，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周瑜从衣兜里拿出一包纸，抽出2张，擦掉我脸上横飞的眼泪。他还是那么绅士，温柔的眼神满是真诚。该不会是来跟我提离婚的吧？我这样想着，鼻头一酸，又差点哭出来。打住！周瑜双手托起我的脸，堆成2座肉乎乎的小山，再哭就不美了。小柯啊，不对，是李月。周瑜竖起食指，笑着看向我，显然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李月说了，我要跟你离婚吧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还真没看穿我这出调虎离山。周瑜告诉我，早在李月故意出现在他面前，设法让自己资助他开始，就起了疑心。后来通过专业的调查，甚至走访了李月的父亲，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和目的。至于他又是如何使老父亲丁点不向外透露自己曾到访的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也是警察周瑜厉害的地方。周瑜心知肚明，李月接近他的目的，赶走我身边所有的人，包括还没诞生的孩子。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我们母子俩。没有犯罪证据的周瑜只能借口出差，顺着李月的心意，假装语气暧昧拖延住他。那也要先和我通通气啊！你知道我有多无助多害怕吗？是哦，你那张脸什么都写在上面，真的假的一眼就能看穿。不出意外，咱一家3口能让那女人团灭。我又气又庆幸，不知该说她什么好。忽然很感谢当年的自己选对了老公，平时嘴是咧了点，敌不过他足智多谋呀。那你想到办法了吗？总不能一直躲着吧？我焦急地询问道。周瑜肯定地点点头，不慌不慌地向我分析李月被虚荣的生母抛弃，之后又被继母虐待，形成了现在扭曲的心理。他要的不完全是你，而是一个只属于他的母亲。周瑜忽然停住了，他看向我，意味深长地问：你觉得谁最适合当这个母亲？我神情呆滞，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维。哎呦宝贝，你可别真给他吓傻了。周瑜抱着我的脑袋，轻轻地抚摸着，心疼极了。他不再向我发问，自己说出了答案，是他的亲生母亲啊，傻瓜。昨晚我回房以后，李月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，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，自己离家10几年的亲生母亲将在明天早上约他见面。挂掉电话的李月连夜回到城里，坐在约定的咖啡馆门口。天空从暗黑到蒙蒙亮，他等了整整1宿。7点过后，咖啡馆的门从内向外推开，李月拍拍屁股上的灰，精神抖擞地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看着来往的人群逐渐变得密集起来，猜测每一个走向自己的女人是否会是他日思夜想的妈妈。10点，一个顶着高高的盘发，戴着厚重珍珠项链，打扮精致的贵妇拎着小巧的手提包跨进咖啡馆店门。店主家的猫咪靠近时，女人捂着鼻子瞥了眼后，抬脚将她踢到一旁。李月发现她后，不自觉地站了起来。神奇的吸引力让他相信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。贵妇也心照不宣地向李月走去，她伸出戴着黑色皮质手套的手挽过李月纤细的胳膊。李月笑眼盈盈地看着她，甜甜地唤着妈妈。忽然一阵铃声响起，贵妇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是一张3口之家的全家福。喂，儿子妈妈在外面见一个老朋友，一会儿就回去陪宝贝儿子写作业哈。乖，
女人回过头，宠溺地说：“这是小弟弟，依赖心特重，一刻也离不开妈。”他又马上警觉起来：“月月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李月的手在微微发抖，她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，但眼神已经变得黑暗而空洞。她的嘴角不自然地抽动着，像要吞噬掉所有美好的事物。她接过贵妇的手机，仔细端详着每一个面孔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张全家福，语气却无比温和：“怎么会呢？您可是我的妈妈呀！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”